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话说古时，徐州一带有一个祥和镇，此地依山傍水，百姓们都过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。当地有个女子名叫葛明霞，此女子从小长得十分美貌，不仅如此，她心地善良，虽说自己家境也不宽裕，但是还是经常帮助比她更穷苦的老百姓，因此当地的人们对葛明霞赞赏不绝。在葛明霞16岁那年，她已经出落得非常美丽了。由于葛明霞精通女工刺绣，性格温柔贤淑，所以前来葛家上门提亲的人可谓是数不胜数。面对众多的提亲者，葛明霞心中却有自己的打算。她自幼失去了母亲，父亲为了赚钱养活她和弟弟，经常早出晚归的工作，因此还不到50岁的年纪，就已经落了一身的病根。每当她看到父亲虚弱的身体，葛明霞的心中都很不是滋味。由于她精通女工刺绣，所以葛明霞在家中一边照顾小她3岁的弟弟，一边照顾着体弱多病的父亲，一边还要没日没夜地做女工刺绣补贴家用。她希望自己能晚几年出嫁，这样的话也能照顾弟弟和父亲了。可俗话说得好，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。就在葛明霞17岁那年，葛明霞父亲的病突然加重了，一时之间连下床都成了问题。葛明霞请了大夫为父亲医治，大夫却声称葛父的病需要10两银子，买一株名贵的草药，这样才有可能会药到病除。葛明霞听到这个天文数字之后，久久没有说话。10两银子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家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，况且大夫也说了，即使用这10两银子买来名贵的草药，也只是有可能让葛父好起来。父亲仿佛看出了葛明霞内心的纠结，他安慰着葛明霞说道：不要难过，生老病死乃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。如今你和你的弟弟一个17岁，一个15岁，就算我病死，你们2人也有了自理能力，我也是放心的。葛明霞听到父亲这么说，扑到了父亲怀中，痛哭了起来。她对父亲说道：母亲去世的早，我只有您和弟弟2个亲人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凑到这10两银子为您治病的。说完之后，葛明霞站起身来，跑出了家门。她径直来到了当地一个媒婆的家中，开门见山地对媒婆声称，只要对方能够拿出20两银子的聘礼，自己就愿意嫁人。媒婆听了以后喜笑颜开，要知道葛明霞在当地乃是出了名儿的美貌女子，想要娶她的人家数不胜数。如今葛明霞只要20两银子做聘礼，虽说数目有些多，当地也不乏有些家境殷实之辈，愿意出且娶葛明霞为妻。就这样，半个月之后，媒婆来到了葛明霞的家中，她声称当地的刘屠夫愿意花20两银子娶葛明霞为妻。要说这刘屠夫本名刘贵，家中世世代代做的是屠宰生意。刘屠夫今年刚刚满20岁，生得5大3粗，极为壮硕，只不过此人脾气太过暴躁，因此媒婆给他说了好几次亲，最终都不了了之了。葛明霞也听过刘贵的名声，要是在平时，她不愿意嫁给这么一个性格火爆的男子，但是现在父亲急需用钱，自己只能答应这门亲事。就这样，1个月后的初8，刘贵风风光光地把葛明霞娶进了家门，而葛明霞也用自己的聘礼为父亲看病抓药，剩下的10两银子则留着准备给弟弟葛明辉娶媳妇用。葛明霞和刘贵成亲之后，他原以为刘贵这种脾气火爆之人肯定会打骂妻子，可是令葛明霞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刘贵虽说在外面如同一个大老粗一般，可是对待葛明霞这个妻子却是体贴备至，
别说打骂葛明霞，就算是连句重话都没有过分地说过。在二人的长期相处之下，葛明霞发现刘贵的本性并不坏，平日里对待他人脾气火爆，对方大多都是爱占小便宜，或者是横行霸道之徒。大多数的时间，刘贵都是很讲道理的。不仅如此，由于刘贵屠宰手艺十分了得，所以葛明霞嫁过来之后，夫妻二人，一个主外，一个主内，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了起来。1年之后，葛明霞的父亲最终因为汤药无效离世了，葛明霞哭得死去活来。刘贵在一旁细心安慰着葛明霞，帮着葛明霞处理岳父的丧事。等一切办妥之后，葛明霞觉得弟弟老大不小了，父亲去世之后，他一个人难免不会照顾自己，于是托了当地的媒婆为弟弟说亲。很快的，媒婆给弟弟说了一个名叫白若曦的女子为妻。此女子年仅15岁，性格泼辣，十分能干。葛明霞之所以觉得白若曦适合弟弟葛明辉，是因为葛明辉从小性格软弱，缺少一些男子汉气概。若是娶了白若曦为妻的话，依照白若曦的性格，正好与葛明辉互补，日子也应该差不了。就这样，不久之后，在葛明霞和刘贵的张罗之下，葛明辉迎娶了白若曦为妻。看着弟弟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葛明霞心中替弟弟感到高兴，她也十分感谢刘贵对她的付出，因此对待刘贵更多了几分体贴。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平淡而幸福地过下去，可是俗话说得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朝廷突然有了战事，好多地方都有人起兵造反。葛明霞和刘贵生活的地方有一个人自称赵将军，到处抓壮丁，填补兵力。有一小队兵马看到刘贵之后，觉得他身强体壮，于是便把刘贵给带走了。刘贵虽说极力挣脱，但是何奈双拳难敌四手，最终被这几个小兵给押到了赵将军的帐前。赵将军询问了刘贵的职业之后，对刘贵十分满意，喃喃地说道：话说得好，乱世出英雄，既然来到了我这里，我是不会让你回去的。你原来就是个屠夫，专干屠宰行当，人又长得高大威武，若是跟着我打仗的话，将来也能混个官当当。刘贵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去了，于是只能答应了赵将军，跟着赵将军的部队打仗。再说葛明霞，自从刘贵被抓走之后，她每天以泪洗面，盼望着丈夫能够早日回来。可是整整3个月过去了，刘贵仍然了无音讯。葛明霞知道刘贵是不会回来了，于是振作起了精神，重新生活。所幸的是，刘贵当初做屠夫的时候赚下了不少钱，葛明霞靠着这些钱，再加上自己织布绣花，已经可以过得十分不错了。此事很快传到了葛明辉和白若曦的耳中，葛明辉心中担心姐姐，因此整日唉声叹气。可是白若曦却不这么想，她对葛明辉说道：姐夫失踪之前是个屠夫，赚了那么多的钱，现在都已经这么久过去了，姐夫还没有回来，我看他8成是回不来了。姐姐一个妇道人家，过得也不容易，我们把他接到家中来生活吧。葛明辉心思单纯，听到妻子这么说，十分高兴。其实他早就想把姐姐接到家中生活，只不过他怕妻子白若曦不愿意，所以一直不敢说出口。如今听到白若曦主动说，他比立即起身，去往姐姐的家中，把葛明霞接回了自己家。其实白若曦之所以让葛明辉把葛明霞接回来，是因为他知道葛明霞现在有钱，若是葛明霞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迟早有一天自己会把所有的钱都要过来的。就这样，葛明霞被葛明辉接到了家中。起初的时候，一切都非常和谐，白若曦对姐姐葛明霞十分尊敬。不久之后，白若曦怀上了孩子，
这可把葛明霞和葛明辉给高兴坏了。而白若曦也因为肚子里孩子的缘故，经常要吃好的，穿好的。对于白若曦的要求，葛明霞几乎都是毫不犹豫地答应。10个月后，白若曦为葛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葛明辉给这孩子取名叫葛文博。自从有了孩子之后，白若曦更是变本加厉地提要求，不是觉得穿着太破，就是觉得房屋住得不习惯。葛明霞为了让年幼的葛文博能够吃好穿好，用刘贵留下来的那些银子，为葛家建了新房。不光如此，她全权承包了照顾葛文博的全部职责。这一日，白若曦从外面归来，看到葛明霞在床边哄着葛文博睡觉，走过去亲昵地对葛明霞说道：“姐，今天我去外面逛街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簪子，十分喜欢，您买下来送给我吧。”葛明霞听到白若曦这么说，有些尴尬地对白若曦说道：“这段时间家中的花销太大了，又是盖新房，又是贴制新家具，还有文博这孩子身体不好，平日看病抓药也花了不少钱，我现在也没有多少钱了。”白若曦听到此话之后，嘴巴张得足够能吞下一个鸡蛋，随即面色阴沉了下来，气鼓鼓地对葛明霞说道：“姐，你可真是太小气了，我不就是跟你要个首饰吗？连这都不愿意给，还真是令人伤心呢。”说完之后，扭头出门去了。葛明霞看着白若曦离去的背影，也没有太在意，继续哄着葛文博睡觉。从此以后，白若曦3天2头找葛明霞的茬，葛明辉看在眼里，好几次都让白若曦不要这么无理取闹。可是葛明辉性格软弱，白若曦每次都能对得他哑口无言。葛明霞知道弟媳这么为难自己，是因为自己已经没有钱给她了，于是她在照顾葛文博的同时，重操旧业，继续开始织布绣花补贴家用。可是尽管这样，白若曦还是看葛明霞百般不顺眼。这一日，白若曦兴冲冲地回到家中，看到丈夫葛明辉之后，把葛明辉叫进了屋子，对葛明辉说道：“相公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事情，镇子西边的那个王木匠，你还记得吧？他托媒人给咱姐说亲，想要娶咱姐做妻子呢。”葛明辉听到此话之后，站了起来，对白若曦说道：“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吧？你可知那王木匠你已经年过6旬，咱们的姐姐今年还不到30岁，你怎么好意思做出此等事情来呢？”白若曦从来没有见过葛明辉如此生气，当即也有些怒气，冲着葛明辉吼道：“你在这里跟我吼什么？他已经是个成过亲的2婚头了，还想要嫁给什么有名望的人家呀？王木匠虽说年纪大了些，但是很会疼人，况且人家都说了，只要姐姐愿意嫁过去，他还能给不少聘礼呢。”2人的争吵声很快惊动了在外面哄孩子的葛明霞，在2人的只言片语中，葛明霞也知道了2人为何争吵。她对弟弟和弟媳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吵了，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依着你们，唯独这件事我是不会答应的。我相公虽说现在下落不明，但是他之前对我体贴备至，我至死都不会辜负他。”从此以后，白若曦知道在葛明霞的身上再也榨不出任何油水，于是对她更加的刁难了起来。葛明霞想要搬回原来的住所，可是白若曦却声称葛文博年纪太小，从小身体又不好，葛明霞要是走了，葛家唯一的独苗出了什么状况，她可不管。葛明霞一想到弟弟软弱的性格，再看到体弱多病的侄子，最终选择了妥协，留在葛家照顾年幼的葛文博。这一日，葛明霞去给田地里耕作的弟弟送饭，路上碰到了一个60、70岁的老者。葛明霞看到这老者的穿着打扮，不像是穷苦的庄稼人。老者看到葛明霞饭盒里的饭之后，嚷嚷着要吃饭。葛明霞看着老者的言行举止，
觉得有些怪异。不过他向来心善，看到老者吞咽口水滑稽的样子，想都没想，就把饭盒里的饭拿出来递给老者。老者接过饭之后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吃过饭之后，葛明霞收回饭盒，他知道回去之后免不了又要被弟媳责骂，于是慢吞吞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回到家后，白若曦得知葛明霞把家中的饭食给了一个老者，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。恰逢此时，葛明辉扛着锄头从外面走进来，看到妻子又在骂姐姐，干咳一声，对妻子说道：我在外面累死累活的耕田，一回到家就听见你在这里大吼大叫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？你也得好好改改你的性子了。白若曦一听到丈夫不向着自己，顿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嚎啕大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嘴里不干不净地辱骂丈夫和姐姐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个中年男子走进了院门，看到院子里这幅场景之后，微微皱了皱眉。原来这中年男子是当地赵员外家的管家。赵员外家大业大，平日里乐善好施，深受当地百姓们的尊敬。只不过赵员外的父亲年纪大了，脑子也变得糊涂了，经常趁着府上的下人不注意，偷偷跑出来，但是跑出来之后又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前2天，赵老爷子又像往常一样出了家门，他一路晃荡，来到了郊外，可是却发现自己迷路了。赵家虽说在当地威望很大，但是关于赵老爷子还是有很多人不认识他，因此赵老爷子饥肠辘辘，过得十分凄惨。不过好在遇到了葛明霞，赵老爷子看到葛明霞的饭盒之后，嚷嚷着要吃饭。葛明霞也是个心善之人，想都没想，就把这些饭食都给了赵老爷子。而后管家找到了赵老爷子，询问之下才知道葛明霞做出的善举，一路打听，才找到了葛明霞的家，准备当面致谢。可是他老远就听到院子里面有争吵声，听了几句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是白若曦嫌弃葛明霞，把家中的饭食给了一个陌生的老者。管家看到葛明霞在家中如此被弟媳刁难，走上前去对葛明霞说道：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子，实在不该受这刁妇的窝囊气。我是城中赵员外家的管家，您帮助了我们赵老太爷，我本来想着拿些银子酬谢您，可是看到这个情况，我知道即使给了银子，也会被这恶妇给霸占。这样吧，我们家小少爷现在年纪还小，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照顾，您跟我回府，帮我们家员外照顾小少爷吧，1个月给您2两银子的工钱。白若曦听到管家这么说，本来对他的话很是生气，但是听到1个月给2两银子，撺掇着葛明霞赶紧去赵家当佣人。而葛明霞的弟弟葛明辉站在原地，并没有说话。葛明霞看到弟弟和弟媳这个样子，心中十分难过。他对弟弟和弟媳说道：我之所以一直留在这个家，是因为我心中还有亲情在，可是你们3番2次的为了金钱不顾亲情，我对你们失望极了。也罢，从此以后我们2家各不相干。说完以后，葛明霞就跟着赵员外的管家离开了，只留下白若曦在后面不停地谩骂。回到赵家之后，管家把葛明霞的事情告诉了赵员外。赵员外十分感激葛明霞帮助了赵老爷子，于是把葛明霞安排到了自己小儿子那里做工。要知道，赵家乃是大户人家，家中的佣人也是几十上百人，只不过赵员外都信不过这些下人照顾自己的小儿子。现在看到葛明霞如此心地善良，于是把她留在了赵府。葛明霞在赵府之中虽为下人，但是府中的下人都对她毕恭毕敬。2年之后，朝廷改朝换代，俗话说得好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自从新的天子登基之后，朝中的大臣也是换了一波又一波。这一日，赵员外早上起床，
就听到府中下人禀报，有一个大将军想要拜见赵员外。赵员外听到此话之后，赶紧亲自出门迎接。只见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将军高大威武，身后带着许多的兵马。赵员外拱手施礼。赵员外只是一个普通的商户，看到将军行如此大礼，顿时有些惊慌失措。他赶紧把将军请进府，设宴招待将军。将军刚落座，便开门见山地对赵员外说道：听说贵府上有一个名叫葛明霞的佣人，可否叫他前来一见呀？赵员外不敢耽搁，赶紧让人叫来了葛明霞。葛明霞看到将军之后，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原来这将军不是其他人，正是自己的丈夫刘贵。原来自从刘贵被人抓壮丁之后，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逃脱了，于是也就死了逃跑的心思，安安心心地待在军中。由于他长得高大，又是屠夫出身，在军队里屡立战功。再到后来，他们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攻破了都城，做上了皇帝，刘贵也跟着水涨船高，被皇上封为了大将军。做官之后的刘贵，第一时间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寻找发妻葛明霞。当他得知自己的妻子被弟媳白若曦百般刁难，顿时怒火中烧，随即带兵闯入了葛明辉的家中，随便找了一个由头，把白若曦关进大牢。县太爷知道此人是刘贵的仇人，特意下令把白若曦关进了最脏最差的牢房之中。葛明辉看到妻子被抓走，虽说有心想要为妻子求情，但是他怎么也说不出口，最终抱着孩子叹了口气，回到了里屋。刘贵做完这一切事情之后，立刻来到了赵员外的府上。当他看到妻子葛明霞在赵员外府上虽说是个下人，但是看穿衣打扮精神状态，想来过得并不差。就这样，刘贵把葛明霞接去了京城居住。葛明霞从一个乡村的普通女子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尊贵的官太太，一时之间荣耀非凡。而那白若曦在往后的岁月里却一直待在监狱之中，不到40岁的年纪就身染疾病去世了。当地的百姓一谈起白若曦，纷纷声称此女子这是咎由自取，并不值得同情啊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